这几年啊，各种各样的显示器我是见过不少了。240赫兹高刷不就是旗舰电竞屏标配？57寸带鱼屏，之前也体验过49寸的，57寸听着也大不了多少呀。双 4K 分辨率不就是把2块屏幕拿胶水粘起来吗？什么？把它们都合在同一台显示器上，那可真是太酷了。这就是三星发布的新一代玄龙骑士 Neo G9，这款显示器真的是重量级啊，各种意义上的。光把这个显示器搬到桌子上就倒腾了半天，这别说1个窝了，再来2、3个窝都搞不定。然后再看看它的外观，这真的是太长了，连个2米的桌子都放不下，好吧？更离谱的是它的参数啊，双 4K 的情况下还要再加上240赫兹，这个是重量级。哎，你先别问我游戏能不能跑满啊，你先问问它吧。这台 G9是我见过第一台真的要用上 DP 2.1这种变态接口的显示器啊，甚至4090接口的带宽也不够。而且现在市面上的 4K 240赫兹的显示器都需要显卡的 DSC 压缩技术才能达到，只有 DP 2.1才能原生跑满。所以为了跑满这个显示器怪兽，我还特地找 AMD 装了台旗舰 PC， 这会儿总能带得动你了吧？给你们看个西瓜皮上面性价比贼高的游戏啊！8块钱的游戏就100-200个 G 的游戏内容，太值了！来给你们表演一个贴地飞行啊！再来！哎，没事。顶级显示器就是要追求极致的体验。经常有人说啊，大曲率带鱼屏形电不能打射击游戏，很多游戏也不能支持32:9，不实用。这重要吗？啊，确实重要。但对愿意花近2万买一台显示器的玩家来说，显示器就不该是万能的答案，极致偏科反而才是正解。这玩意儿就是极致的沉浸感拉满，玩个戴森球，整个星球尽收眼底，可以看着无人机从星球的这一端飞到另一端，还有这个曲率引擎启动的时候，完全满足我对太空歌剧的幻想，好吧？再看看这个地平线，整一片的海岸线一览无余，而且你看这个日出啊，这种曙光刚刚升起来的感觉，用这个57寸的显示器从山上一路飙车下来，这体验真的是无敌了，可以说是和我之前玩的地平线完全不是一个游戏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带鱼屏啊，玩游戏的时候总会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展出优势啊。你看手机上面的这个通行证嘛，最多可以显示7到8级的样子。你再看看电脑上，它一共可以显示21级，一览无余，好吧？再给你们看一下手机上的大招啊。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带鱼屏上面的，哇，这技能特效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，好吧？话说啊，是不是一提到 VA 全面屏，大家就要来刻板印象了？响应速度慢，打游戏有拖影。当然也不是说这块显示屏就能做到完全没有拖影啊。不过整体来说，玩一些动作冒险游戏已经绰绰有余了。就算是稍微激烈一点的摇晃镜头，也不会有很明显的拖影。HDR 素质也很在线，实测下来，峰值亮度可以达到1500尼特左右，全局亮度也有900尼特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一般平时是怎么测这个亮度的。接下来呢，中间的这个方块它就会一点一点加大高亮的区域，然后看它不同百分比下各自的亮度有多少，一直测到它100%全局亮度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虽然原神在设置里面没有 HDR 选项，但是它是支持 HDR 映射的。首先你要在 Windows 里面把这个 HDR 给打开，然后呢，在这里面稍微的调节一下 SDR 内容的亮度，然后我们再切回游戏。游戏里面的设置呢，就尽量不用动了。如果你的显示器效果好，开了 HDR 的话，这个效果完全就不一样了。首先，你的人物对比度区别就很大，比如盗窃里面有一些荧光草，这个氛围感就拉满了。再比如，你要是随便丢个什么蹦蹦炸弹，这是真炸弹，好吧？当然，显示器最重要的还得是观感够好。目前这几周使用下来，G9的画面表现我还是非常喜欢的，尤其是在玩一些开放世界游戏的时候，整块屏幕看起来就非常的艳丽，看起来就很讨喜。对比度方面中规中矩，属于第一梯队的水平。我这里放几段样片给大家看一下。这里也正好问一下大家，对于电竞显示器来说，你们是更愿意选择 OLED 呢，还是 Mini LED 呢？嗨，我就不选了，这2台旗舰我都有，我全都要。
不管是哪一种啊，总的来说也是各有优劣的。OLED 的延迟低，对比度高，色域更广更艳丽。贵的东西缺点就只有贵，几乎可以这么说，画质上 OLED 更有优势，但亮度和寿命 Mini LED 又能扳回一城。Mini LED 峰值亮度高，寿命长，大尺寸面板成本相对低。在这台显示器上又有三星的 Mini LED 技术，搭配上原生对比度就很高的 HVA 液晶面板，让 HDR 的体验好了很多。但 Mini LED 的缺点，了解的小伙伴应该了解了，没错，就是光晕。想要规避它，只能增加分区的数量，用更精细的控光来控制这个短板。那这台57寸的 G95NC 有多少分区呢？2392个控光分区，光晕控制的还行，只有侧面会比较明显一点。再把目光从正面移到后面，还有3个 HDMI， 1个 DP， 拓展性算是中规中矩。超宽屏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多设备分屏。这里有意思的就来了哦，它除了可以分成2块正常比例的4K 高刷屏，甚至还可以将左右分成大概4:3的比例。如果把两边都用上，左边的部分比例就接近于21:9。还有个很特殊的画中画模式，在这个模式下，它会把其中的一块屏幕叠在主画面的一角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用来放什么？不过最离谱的还得是这个2个 USB 上行接口，你们猜猜看它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实际上它能实现一个很特殊的功能，让你的外设可以同时控制多台设备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在电脑上连上显示器的 USB 上行接口之后，显示器的 USB 接口就变成了电脑的拓展物，这样你的键盘啊、鼠标之类的就可以不用那么费力的接到电脑后面了。但如果像是 G9这类可以双屏显示多台设备的显示器，如果你接入了2台电脑，那不得准备2套键鼠来分别操控2台电脑？这样操作起来始终是怪别扭的。那这2个上行接口的用处就体现出来了。现在这2台电脑都已经用上行接口接到显示器上了。你看啊，现在我的键鼠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来切换一下信号源。你看，现在我们这个键鼠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对于这台 G95NC 来说，三星已经把他们显示器最顶尖的技术全部堆上去了，这是一台秀肌肉的产品。这硬件参数对于现在的显卡来说完全溢出了。对于硬核玩家来说，这样一台显示器实在是太酷了，梦中情平了，属于是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